望，芳华家色自茂。那春花娇艳似水难忘，纵欲无尽，却总是能引人惆怅。独自流醉，暂忘是你留下。断桥边，寂寞多是低藏。往来客，热闹是他人场。旧交春愁，繁华总是难遮掩住惆怅。独留情深，年年无凭托望。不相认，这竟是烟雨一场。不相看，聚散离合空茫。一过三沟，任笑影似流往昔的红妆。今夜醉，泡影入眠相望。洗澡怎么不说呀？蛇，有蛇，有蛇！别再骗我了。风吹落花花，却一阵风，像是离别的拖延。一线一柱一枝一叶，尽是怀念。说不尽的永远，谁永远？你还在我心里面。你没事吧？蛇已经丢出窗外了。老公，你真棒，比那些小鲜肉强多了。哎，别松手！吓坏了，腿都站不住了。你别走啊！你又怎么了？我害怕。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吗？天和地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他们又不咬我。黑风站的蛇是没有毒的，如果你不去招惹它的话，它是不会咬你的。我也没招惹你啊，你不照样虐我？等我睡着了再走吧。你睁着眼睛怎么睡？我怕我一闭眼睛你就跑了。我像那种言而无信的人吗？像。你干嘛？这样你就不会半路跑了。1、2、3，我睡了。春月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讲的那个电视剧吗？不记得。你是我老公，你要爱我、疼我、宠我、宝贝我、呵护我，为我付出一切，这样女观众才会喜欢你。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女人？时过境迁。
睡。江夫人，江夫人，他们就快回来了，我们快点走。哎，江夫人，哎，你们全是坏人，不要过来！哎，夫人，夫人，不要抢我的孩！夫人，你冷静一下，夫人，抢我的孩！夫人，董大夫，不要！大当家，江夫人神志不清，我实在是拦不住她呀。他一直这个样子。江夫人的身子调养得不错，但是心病难医啊。有劳了，诊金方面不是问题，尽管开口。谢白爷，那我先带江夫人回去。好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我们先走吧啊！你别过来！夫人，夫人，别过来！我们先走。放开我！夫人，走。连溃必听，可非君子所为。我从未说过我自己是君子，也并非有心窥探。终于肯和我说话了。江草看起来的确很糊涂。人生在世，难得糊涂，糊涂一点未必是坏事。白爷，你精明能干，专坑兄弟，自然希望看到别人糊涂。如果你是这么想我的，干嘛还留在这里？我想留下来看看，如果我被叶秉怀杀死，我的妻子会有何下场？外伤已愈，恶气难除，可以理解。是，我就是想除掉我这口恶气。三弟开心就好。哎呦，我的女儿啊，本来就生得漂亮，这嫁了魏侍郎的公子啊，穿金戴银的就更好看了。那还得多谢我娘替我筹谋。说起来呀，还真的是要谢谢你的那个夫君刘江啊，要不是他呀，买通了山贼，绑走了那个倒霉的叶锦轩呐，现在吃香喝辣的就是他了。娘，你别提那个死丫头，提她我就来气。就会烧火做饭、端茶倒水，一脸的丫鬟相，爹都不愿意多看她一眼呢。是啊，你说这女人进了贼窝，失了名节，怎么还有脸活着呢？她怎么不去死呢？真不知道她那个死鬼老娘到底是怎么教她的。就是，女儿你是不知道啊，想当年她那个死鬼老娘骑在我头上，她是怎么欺负我的，为娘一辈子都忘不了的。哎呀，真是老天有眼呐！谁让他的女儿啊，现在落在了我手里呢？那我不得把她往死里踩呀！踩死她！娘，你别为那个死鬼生气了。如果你为他气坏了身子，蓉儿多心疼啊！哎呀，还是娘的蓉儿最乖巧，还是我娘最好看。蓉儿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专门拿回来孝敬娘的回门礼。哎呦，谢谢蓉儿，快看看。你把灯点这么亮，我们一会儿怎么方便呢？我觉得吧，最近府里边太乱了，咱们得小心一点儿。怕什么呀？天塌了有我肩膀给你顶着呢。相公，你简直是太俊了！这火光映衬着，我娘子显得更美艳动人了。什么意思啊，魏刘江？没有灯照着我就不好看了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我跟叶锦轩谁好看啊？他哪能跟你比啊？他就是喝你洗脚水，他都不配。娘说这会说话呀，还得是我相公。娘子，你可知道我找人把他绑上黑风寨使了多少的银子？我这还不都是为了抱得美人归吗？有人呢！有人！哪有人呢？真有人！这深更半夜的，除了我之外，你还想有谁呀？相公！哎呀，风吹的而已，怕什么呀？这屋里门窗都关着呢，哪儿来的风啊？娘怎么怕？有我在呢。
你去看看那个窗到底关上没？你赶紧把它关上啊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娘子，来救我呀！娘子，不关我的事啊！要杀杀他，别杀我！娘子，我好饿，我可以吃他的手吗？可以的，你什么吃什么，你都拿去吃啊，随便吃。我这里有一只手，送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大哥，我说你怎么那么快就把骷髅头放下来？我还有2句话没有说呢。关键是你的戏太差了，而且戏文又太啰嗦了。有刺客！抓刺客呀！哎，我来引开他们。那边有个巷子，有一条红门，我们在那儿见面。快走！站住！喂，过来，杨来！站住！快！追！你口渴想喝酒，跟我要就是了，何必要抢呢？我白崇业混迹江湖多年，被官追过，被贼追过，被狗追，我还是第一次。区区几条恶犬，岂是你的对手？我只想知道，开门的那一刹那，有何感受？三弟服下我这味药，什么感觉？什么药？解药，能解何毒？你我的心毒。我陷害你一回，你捉弄我一次，你我兄弟扯平了。如果你今天晚上想暴打我一顿，我绝对不会还手。这么难得的机会，我可要好好珍惜。大哥，好功夫。彼此。你把叶秉怀家弄得鸡飞狗跳，我想你不光是为了出口恶气。我知道，你是在帮我。你想太多了吧？星爷的那一家子欺负我娘子，我只不过是为了他，不是为了你。叶锦轩本来是我用来试探你的，你却对他动了真感情。都说杯酒泯恩仇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从未结束，又谈何重新开始？喝酒，请。不行，我不能在这儿住了。哎呀，贤婿啊，你看你们这是新婚归宁，这哪有不住在家里的道理嘛？再说了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？你这张脸很重要吗？你脸重要，我命重要。贤婿，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叫好吗？如果昨天晚上那2个装神弄鬼的人在我脖子上咔嚓来这么一下子，我告诉你，你也别想活。我爹知道了一定扒了你的皮。我现在马上给我爹修书一封。相公，别呀！就是嘛，这昨天的事情确实是我的疏忽，我保证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
啊。还望贤婿能够在魏大人面前替我美言几句。刘江，你看你们都是一家人了嘛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。我给你们呀准备了新婚礼物，可好了。锦柔，快带着你夫君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呀！走啊走呀！走吧，相公，走吧。你别拽我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给我等着你！走啦！大人，啊，有人给您送了一封信。谁呀？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。请用茶。既然大人不肯在此间用茶，定是淳于做的不够周到。这样吧，看魏公子带着二妹归宁，不如过几日，魏带令千金回来谒府，务必做足礼数，风风光光，可好？你敢？看来这杯女婿茶我敢敬，大人也未必敢喝。我大不了派人灭了黑风寨，让黑风寨在南安城永无立足之地。如果新娘被调包的事情传到魏侍郎耳朵里去，你不会是为了这件事来的吧？大人英明。雍翠阁本是黑风寨的，但是自从珍珠案之后，就被大人您扣着了。所以想请问大人何时能归还我们？雍翠阁鱼龙混杂，乌烟瘴气，是本城风气之毒瘤。本官要没收整顿，择日开个斋堂，普度众生。据说大人您一年的目标是3万两银子，今年进展如何呀？放肆！什么3万两银子？本官一向清正廉洁，你休要在这信口雌黄，污蔑本官。淳于不敢。自从雍翠阁开张以来，客如潮涌，日进斗金，是一块大大的肥肉。如今被大人您扣着，我家的白爷不快活呀。又碰巧，魏公子就在您叶大人府上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凡事以和为贵，大人想要得利，有的是轻轻松松的法子。大人负责收钱不就好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想让大人允我打理雍翠阁，我分大人30%利润。我给你大约这个数，1年，1月。有了这么多？淳于知道大人并不缺钱，但是您毕竟身居高位，您手头要打理的事情肯定多。看来今天女婿茶是喝不成了，但希望叶大人看在我是个有用之人，满饮此杯，这样我们各取所需，两生欢喜。不仅大人能财源广进，官运亨通，我也能保证叶家阖府平安，再无鬼神侵扰。请。又做这么多菜啊？这不是表现我对你好吗？咱不是不懂事的人。喏，给你。什么呀？你看你整天穿的奇奇怪怪的，啊！从明天开始你就穿我买给你的。我这是时尚，是 fashion， 你懂？你不懂，慢慢你会适应黑风寨新潮流的。随你便。不过呢，还是要谢谢你啊。你看啊，谈恋爱呢是要讲究套路的，买才是真道理。你整天都说这些混话，
有时候我还真怀疑你是不是假的叶小姐。假什么假？如假包换。你就不想知道我跟你爹都说了些什么吗？我爹不会是要把我抢回去吧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回去一个人都不认识，我怎么办？我还不如在这儿待着呢。一个人都不认识。未嫁从父，出嫁从夫，我当然是愿意和你在一块儿了。我说，你以前在叶家都怎么过的呀？我是千金大小姐啊，前呼后拥，锦衣玉食，喝酸奶从来不舔盖儿。酸奶？就是有钱。我们家佣人排起队来绕黑风寨3圈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一定要对我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再好一点，千万不要让我婚后的生活质量下降了。就会烧火做饭、端茶倒水，天生一副丫鬟相，爹都不愿意多看他一眼。你别老看着我，我知道我长得挺好看的，但其实我主要是心里更美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你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哎呀，我这头怎么这么疼啊？你看，你老说我神志不清，说话什么脑子不清楚，你看被你说中了吧？我以前的事我全都记不住了。算了吧，过去的事就别再记得了。对了，我爹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他是不是特愧疚啊？吃饭吧。不会吧，他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。我都被绑架了，堂堂一南安城父母官，女儿都被绑架了，他也不来救我，还跟你把酒言欢，我这什么爹呀？你记得，不爱惜你的人，也不值得你为他们伤心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来黑风寨，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回叶家的话，没有人会逼你回去。好暖啊！以后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你怎么不吃饭啊？瞧不起我手艺啊？我生于佛门，早就不吃肉了。你又不是和尚，怎么会生于佛门呢？我给你做点素菜去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干嘛呀？我做的菜你不吃后悔，吃了更后悔，后悔没早吃。你做的菜的确很好吃。那是。你跟谁学的？那还用学吗？饿了就得吃，不做就得饿死。人生不易，觅食艰辛，且吃且珍惜吧。你倒真会苦中作乐。完了，我可是叶家大小姐。那个，我的意思是……我明白的。这里不是叶家，如果你想做菜的话，你就做；如果你不愿意做的话，就不用做。饿的话，自然会有下人来做饭做菜给你吃。霸道总裁，总裁大人，那现在你可以跟我一起吃饭了吗？三弟啊，你身手既然这么好，今儿大伙儿也都在，不如你露几手，让大伙儿开开眼，如何？好不好？好！三爷来一个，三爷来一个，三爷来一个。二哥，还是算了吧，我这三脚猫的功夫，可不想在你面前班门弄斧。三弟，你就陪他玩玩。好。三弟，你会射箭吗？不太会。如果二哥想要练一练，我随时奉陪。好，这些是大哥前段时间送我的苹果，我觉得太甜了，不太适合我这个粗人的口味，不如我们玩点新鲜的。来。
三弟啊，为兄可好久都没练剑了，这要是手一抖的话，既然已经歃血为盟，那三弟我这条命早就给二哥了。好，那我来了。二哥，到你了。好，来吧，三弟。你那么喜欢玩新鲜的，我也很喜欢。你把苹果放在嘴巴里。不行，这万一你要是力道大了一点，我不就见阎王了吗？方才淳于可没有怕二哥的箭头会射穿我的脑门。大哥，二弟。这新鲜的规矩可是你定的，可是，难道你怕了吗？哦，二哥，我也是很久没有练剑了，万一失手，别怪我。三弟，手下留情。明白。干爹，没事吧？厉害！三爷厉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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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个屁呀！怎么？二哥，没事吧？大哥，不好了！江三嫂带着鸽子汤去了后山，丫鬟们拦都拦不住啊！今天是他的生辰。大哥，那我去接三嫂吧。说起来还是我的错，你们都不要去，他怕见生人。你在吃什么？夜视独门蛇羹啊！你不是怕蛇吗？上哪儿弄来的？我是怕蛇啊，小沈总帮我抓的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上次你骗我说黑风寨的蛇没有毒，这是银环蛇，剧毒，人要是被它咬一口，几个小时就没命了。要不是小沈总救我，我早就小命呜呼了。不吃它我怎么解气啊？你是在哪儿碰到的毒蛇呀？小沈总跟我说江三嫂的故事了，我觉得她挺可怜的，我就买了点点心去看她，结果一出门就看到这个毒蛇了。真是好人没好报。他的手怎么了？江夫人神志不清，难免碰伤自己，不好。弟妹，弟妹，鱼，撤。一点小事都做不好。相公，你没鸽子汤喝了。弟妹，你以后不要再做鸽子汤了，三弟喝不到了。要不是我养鸽子，相公怎么会死？所以这些鸽子没有一个能活。你也一样。原来你没有疯。你当然希望我疯了。
我疯了，就没有人知道你白崇业做错了事，杀错了人，就没有人替我相公报仇了。是我对不起你们，是我误会他。虽然是老九从中挑拨，老九挑拨就能把这笔血债退得干干净净吗？你杀了我相公，你把怀有身孕的我赶下山，你手下的人都是畜生。那帮畜生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现在一切都晚了，我熬了许久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我丈夫的生辰，就是你的忌日。你怎么来了？是三嫂受伤的手出卖了他。董大夫怜我凄凉，趁每日上山为我诊病之时，把玉蛇之术一点一点的教给我。三嫂，人死是不能复生的，你放过大哥，也放过你自己吧。你看我哪里还像三嫂？夏纯玉，我警告你，我相公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，你何必多管闲事呢？三嫂，好，黑风寨的3当家没了，你可以换新的，可是我相公呢？谁把我相公还给我？啊！我对不起你们夫妻俩，我欠三弟一条命，今天我就当还给他了。你走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这句话，你跟我一起下去，对我相公说吧。弟妹。我欠三弟一条命，今天我就当还给他了。你走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这句话，你跟我一起下去，对我相公说吧。弟妹。你三弟，三弟，三弟，你没事吧？白崇业，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，你们兄弟会自相残杀，整个黑风寨会遭受灭顶之灾。三弟，三弟，相公。
次跟你说过，黑风寨不该有3当家。你这都是为了我。三弟，我要是死了，你自作多情的毛病可得改改了。改不了了，大哥，不行，别动，会死的，会死的。不要，大哥，不要，不要，大哥，是你，我梦见他了。大哥，你别太在意了。江月的骨灰，我已经差人跟她丈夫葬在一起。大哥，起来吧，喝药了。你上次用的是腾云镖，对吧？那是溥仪公子的独门暗器，你怎么会有？你才是溥仪公子。来，这些事情交给下人做就可以了，何须亲自动手？要不是你救我，我怎么还会有机会为你吃药？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知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没想到你才是溥仪公子，忽然间还有些难言的尴尬呀。来，坐吧，坐吧。哎，有你这样的崇拜者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感恩还是该怨恨。有人恨我，甚至做鬼都不想放过我，而老天同时又把溥仪公子送到我身边，还成了我的三弟。大哥，江月的话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你我兄弟相残，黑风寨灭顶之灾，不会的，不会有那天的。一定不会。对了，大哥，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溥仪公子？如今世道，官员贪腐，恃强凌弱，人人明哲保身。我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但我也希望有英雄侠义救百姓于水火。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可笑了？怎么会？但是，我大概要让大哥失望了。为什么？溥仪公子又不是神，这是非对错，岂能由他决定？须知有时候黑未必是黑，白也未必是白。也对。当初我入黑风寨的时候，为的不过是2餐1宿，到后来当了黑风寨的大当家，我就在想，既然朝廷不能给我一个桃花源，那我就自己造一个。想着耕者有其田，居者有其屋。可是到后来，双手沾满鲜血，犯下累累罪行。大哥，我已人到中年，如果你好好干，黑风寨必将是你的天下。大哥，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我这个人懒散惯了，资历又浅。资历是靠自己挣出来的。如今雍翠阁重新开张，但大不如前。如果你能让生意起死回生的话，到时候兄弟们一定会对你心服口服。所以说，三弟，你不要想太多了。气死我了！干爹，又是那个夏春雨啊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他有什么好的？不就是会点风花雪月吗？
老子跟大哥出生入死，身上全都是伤，还比不上那小子几句甜言蜜语。恭喜干爹！有什么可恭喜的？你是不是也来气我？不是，干爹，我的意思是，您这回的风花雪月和甜言蜜语都用对了。哦，是吗？啊，那都是你教的好。来，我们练字吧。哎，不是，这个字儿笔画也太多了吧？这个书法的魅力呢，就源自于笔画和结构，它是起源于象形文，所以如此复杂。哎，行了，你让我准备准备，好吧？哎呀，彭武啊，其实你就比我小5岁，叫我大哥就行，不要叫我干爹。那怎么行？我的命是干爹给的，干爹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。好，乖儿子，你就好好的教我，等我有了学问，我看这小子还有什么戏唱。他现在就快没有戏唱了。这雍翠阁呀，自从闹过鬼之后，生意是一日不如一日。雍翠阁没了生意，这夏淳于就拿不出给叶秉怀的分成，没有分成，叶秉怀自然会找他的麻烦。到时候大当家的可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信任他了。但是他既然答应了叶秉怀，肯定有后招吧？那到时候咱们就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。啊？什么薪？没有微博，没有 WiFi， 没有朋友圈，没有王者荣耀，生无可恋了。回来，对奶奶什么态度啊？拿什么好东西遮遮掩掩的？我看。不就是一张纸吗？至于吗？神神秘秘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密信呢。奶奶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纸，这叫善溪藤纸。三爷为了无量师，寻了好久都没有寻到，最后还是柳姑娘花了好大力气才找到的，托我送过来。柳姑娘？哪个柳姑娘？我怎么不知道黑风寨还有个姓柳的姑娘？我给您打个比喻吧，一个酒壶配3个杯子，您懂吗？懂。你、我、夏蠢驴，咱们仨正好喝酒嘛。哎，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三爷英明神武，那他就是这个酒壶，可是未必呢，只有奶奶您一个杯子。哎呦，都那么圈子干嘛呀？不就是夏蠢驴的小三儿吗？奶奶，小三是什么呀？你爷爷和我是几个人呢？2个人。那柳姑娘是第几个呀？奶奶，我一点都不气，不就是一个小三儿吗？又不准备跟那个蠢驴过一辈子，我还能手撕小三儿啊？不过一辈子？随便说说而已。啊，我就知道，奶奶您气量大是好事情。要说这大户人家的小姐就是好，不争不抢，天下太平。奶奶，我厨房还有点事情，我先去忙了哈。回来，这日子过得太无聊了，给我叫几个帅哥过来，我要斗地主。斗谁？飞镖。什么飞镖？那是尖儿，你会不会玩？顺子，2张牌就顺子，你会不会玩啊？怎么了？2张不是顺子，我看你就是不顺，我看你还不顺呢。怎么了？你怎么着？哎，你想怎么着？别动手啊！你们2个是不是故意制造矛盾，想趁机溜走？一点牌品都没有，赢了钱就想走啊？坐下。沈总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来，奶奶，三爷他快回来了。哎呀，三爷最近哪有时间回来吃饭？没事再来一局啊！哎，
我问你们3个，我和那个柳依依，谁更好看一点？当然是你啊，你最好看了。对，你漂亮，你漂亮。看看你们一个个虚伪的嘴脸，一看就不是走心的回答。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她比我漂亮？没品位，没眼光，跟你们3当家一样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这个3当家呀，娘娘腔一样，只吃素不吃肉，有强迫症，所有东西都得摆得整整齐齐，一点生活品味都没有。这样的人，他凭什么有小三儿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以后千万不要管我叫三嫂，叫三嫂我都觉得脸红。怎么不说话呀，老四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说，我跟那个柳依依谁更好看？我觉得吧，不会背后说人长短，在我眼中便是美人。陈离，你回来啦！你看你又偷听我说话，蠢驴。三哥，他叫你蠢驴。大哥不是说你们没事的时候去雍翠阁帮忙吗？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去，赶紧去！你们俩怎么不去啊？三哥，不是我们不想去，三嫂还欠我们不少银子呢。对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是你先丢的那个牌，要不然我手上有王炸，我会赢的。这不还没赢吗？就是。好，愿赌服输。蠢驴，给银子。他没钱呀。为什么是我？你是我老公，你不给谁给啊？我又没有银子，没法挣钱。你自己想办法。你看看你们这3当家的啊，多抠啊，兜里5两银子都没有。你说说你们跟他混，能有什么前途啊？还不快走！三哥。三哥三嫂，我们先去了，你们聊。三爷，我也去忙了。哎，等等我！你们也真是的，我一张一张把你们给画出来，按说是你们的亲妈吧，你们都不帮我挣钱。这纸……哎呀，等你学会扑克以后啊，你就会发现，人生中没有比玩扑克更有意义的事。这是依依给我的纸。哎呀，依依给我的纸好浪漫呢。给我！你给我！这是我画的。你干什么？谁让你拿我的纸了？给我！你给我！我的腿！哎呦疼！我的脚好痛！你有装？装什么装？上次蛇的事儿是我装的吗？是不是还帮了你大忙？反倒是你装晕让我给你敷药。哎呦，好痛！过来。这就是电视中公主抱的感觉，好幸福。夏蠢驴，你怎么能给我摔下来呢？你太沉了，我胳膊都快断了。大家快来看呐！三当家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就是嫁了一个这样的男人。喂，你闭嘴！大家来评评理呀！哎呀，快来看一看，怎么办啊？来呀！怎么办呢？来呀！算你狠！
你这个人吧，要是没有小三儿，应该还是个挺好的老公。什么小三儿？啊，你说柳依依啊？你看，自己都承认了吧？新婚才几天呀，太过分了。他很好看吗？他属什么呀？什么星座？按人类进化史，我才是你们这个时代最好看的。你也太有自信了吧！我不管啊，反正你是我老公，以后你不许再见他了。你没有权利管我的事情。我怎么能没有权利呢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我的婚姻并非是你情我愿，但事已至此，我自然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，对你负责。但除此之外，你不要想那么多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们这个时代哪有什么你情我愿啊？不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进了洞房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吗？然后从第2天开始相亲相爱，长相厮守。我不想再跟你争。你是不是对我不满意啊？你对我哪儿不满意？哎，你看看我，你看我这五官，我问过整形医生，他说我不用打洞。我真的听不懂你到底在说什么，但我必须让你知道，你可以留在我的身边，但你不要干涉到我的生活。我呸！我又不是小猫小狗，我也不是你的宠物，咱们俩是夫妻，是夫妻你就得对我有真的感情。你要真的喜欢我，并且只能喜欢我一个人。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你也不要整天再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好吗？更不要心存侥幸、心存幻想，试图想要介入我的生活。等一等，你又怎么了？头疼。疼！你不是伤在脚吗？是啊，那我现在头疼不行啊。好，我给你请大夫。啊，不要！你给我唱歌，吹箫一下。黑风寨不准奏乐。那就唱歌。我不会唱歌。不会，我教你。你又骗我是吧？我小时候经常头疼，我一头疼，我妈就给我唱歌，一唱歌我就好了。戏弄我吗？谁戏弄你了？你刚才不还说不会爱我，但是会照顾我？怎么了？我一头疼你就要走啊？是不是我唱歌给你听，你就会乖乖的安静了？对。我呢，现在教你一首我最喜欢的歌，听好了。好。用半生看花无雪满天，再用我半生情书画落地时间。该你了。用半生看花无雪满天，再用我半生情书画落地时间。今世遇见如君怀，繁华天涯两端。风吹落花，花却一直风，像是离别的拖延。一线一句一字一夜，尽是幻念。说不尽的永远，谁永远？你还在我心里面。浮生一梦长。宋七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们继续。哎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宋七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是情不自禁，真的不喜欢我吗？你这个干柴啊，就是需要我这个烈火点一点而已。你不要再想那么多了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还有，你欠我的银子，快点还给我，啊！以后我们保持距离。又是一天，
什么好吃的？哇，猪脚汤，吃脚补脚。太难喝了吧！但是心意我了。蠢驴啊，蠢驴，真可以。明明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还是挺诚实的。给你的贴心点一个赞哦。好吧，那我就勉为其难了。夜市佳肴，轻抚你的胃，温暖你的心。哎，你来啦！我今天做的全部都是素菜，你尝一尝。你脚好了？没有啊，你看，我这站一会儿我就疼了。以后我不在了呀，你看到白菜就会想起我，看到土豆丝也会想起我，看到荷兰豆还会想起我，总之看到青菜就会想起我。你伤的不是左脚吗？啊，没有，一直都是右脚。长这么大了还满口谎言呢。行了行了，你诚实，你诚实，你们全家都诚实，行了吧？我脚昨天就好了，其实也没多严重。看在你给我煲猪蹄汤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我没给你煲猪蹄汤啊。我知道你们这些男人死傲娇，喜欢人家又不承认，那我承认，行了吧？我没做就是没做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你回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就仗着我喜欢你。喜欢我的女人这么多，没一个像你这样的。我什么样？你不知所谓，不知廉耻，一看就是从小你娘没有教你当一个好女人。你凭什么说我娘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从小有娘教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？哦，天天等着男人回家，从天黑等到天亮，为着男人放弃一切，整天低眉顺眼的做他身后的女人，一做就是10几年。做到人老珠黄，做到这个男人不要她，做到最后连命都没了，做到最后奄奄一息的时候，这个男人都不来看她一眼。哎呀，太可怜了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！我想妈妈。对，我们都很喜欢你的，明天带你去镇上，我都喜欢你。叶锦轩，我知道你以前碰到过很多事情，但是你不能一直拿这些事情来博同情啊，每次都拿水来装眼泪。你下一次如果要勾引男人，换一招行吗？蠢驴、臭驴、坏驴，真的假的你都分不清楚。生意怎么会这么差？你别太忧心了，总会好的。三爷。这丁堂主倒是对你痴心一片啊，不知道这回又是送什么东西。人面如玉，丝织成狂。这写的什么呀？真是狗屁不通。他自己没什么学问，定是特意找了路边代写书信的落地秀才，才闹出这般笑话。他挖空心思投你所好，你真的不要见他一面吗？我又不是真的要在这南安城落草为寇。我好不容易熬到今天，我不想因为一个丁气而前功尽弃。对不起啊。为何要说对不起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没能帮你把这雍翠阁起死回生，要不然白崇业也会多信你一点。可眼下，这不怪你。这雍翠阁本就元气大伤。
更何况圣武用优厚的条件来挖墙角，一时之间很难有起色。要不你直接去找白崇业。圣武这般对付自家人，他。雍翠阁重新开业，免费送吃喝喽！雍翠阁重新开业，免费送吃喝喽！别急啊，别急啊！hold on！ 哦，再等一下，什么呀？各位朋友，举起你们的双手，和我一起 put your hands up，put your hands up，put your hands up。各位街坊邻居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雍翠阁重新开业，免费招聘，每天前50位客人免单，反正免费买不了吃亏更会上当。雍翠阁现在不一样，再也不是男人喜欢作乐的地方，我们提供鬼怪嘉年华、上海底捞、虎豹狼人杀，各种新玩法等你开发，我们的宗旨不分你我他，有了上了上界限合家欢乐，不用管颜色，只是为你们穿设 free free， 全部都免费，是的你没有听过，前50位都可以免费 ，put your hands up，put your hands up， 全部都免费 ，free free free， 全部都免费，我操！过去看。各位朋友，一共50个名额，你们要记熟。你前面的、后面的、左边的、右边的都是你的对手。如果你不争先，就会被别人先下手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这怎么可能是假？你做什么？雍翠阁老板就在这儿，来给大家乐一个。你搞什么鬼啊？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，这个道理你懂不懂？快点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乐一个。我来，有什么好看？这位爷第一个 ，Johnny， 他第一个。爷，走了。里边请。谁是第二个？好，那是第二个，看这样，第二个。第三个，第4个，50个，只有50个。慢点，排队啊！欢迎光临。爷，你来了，来里边请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听说雍翠阁生意不好，做生意我都瞧瞧。我是来露一手。哎，千万别误会，我可不是来讨好你的。既然你看不上我，无量银子都跟我计较，那我也得为我自己打算打算喽。你要打算什么？既然没有很多的爱，那就要很多的钱呗。从今天开始，雍翠阁我是 CEO， 每日进账分3成给我。C 什么哦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听我的就是了。保证你升官发财，生意兴隆。叶姑娘，叶姑娘，你难得来一次，我准备了一些小菜，你跟我来。你就是柳依依啊？贱妾叶什么姑娘？不知道我是蠢驴的老婆吗？叫我夏夫人。说了你也不懂，听我的就是了。保证你升官发财，生意兴隆。叶姑娘。叶姑娘，你难得来一次，我准备了一些小菜，你跟我来。你就是柳依依啊？贱妾叶什么姑娘？不知道我是蠢驴的老婆吗？叫我夏夫人。叶锦轩。叫我瑶瑶。不服？不服？不服都给我憋着！奶奶，菜都准备好了，你的脚刚好。这是猪蹄汤，您补补吧。猪蹄汤？怎么了？不好喝吗？上回你怎么不说呀？上回？上回也是你做的？对啊。你别在这杵着了，还有好多事儿让你帮忙呢，去吧。行，那我去忙了，下回给你熬骨头汤。某些人就是自作多情啊。某些人不知好歹。这菜吧，虽然没我做的好，但是看着还行。
不过一般的菜呢，是不能拯救你这个雍翠阁的。可雍翠阁本来就不是饭馆。雍翠阁以前就是一个夜总会，可是小姐都被挖走了，留你这个妈妈桑有什么用啊？当然得业务转型了。他就是喜欢说一些稀奇古怪的心思，你别介意。我知道人性贪婪，大家都喜欢免费的东西。可是我们雍翠阁开门做生意，不管你做什么生意，都不能一直免费吧？我肯定不会一直免费啊！我这个呢是互联网思维，先给它做大，再给它做强，先培养用户的习惯，最后再从他们手里赚钱。你说什么思维？夏夫人的意思，应该是说，富贵险中求，以奇招制胜吧？哎，算你聪明。那你就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你有什么法子。我们要给大家提供标准化的流程，给顾客提供各种套餐：风度碧莹餐、炸鸡、神水；早生贵子餐、鸡米花、蛋花汤；永葆青春餐、苹果派、柠檬茶。可以单点的茄汁卷毛面、葱花土豆泥。哎呀，弄完这些我也累了，应该做个 SPA。来啊！鬼怪嘉年华，玩的就是心跳啊！3人以上享受。要不然我带你去那边看看。来看看啊！鬼怪嘉年华。太吓人了，我很不敢进去。我们回去吧，太吓人了！天哪！太吓人了！哎，媳妇儿，咱回去。大老爷们真丢脸！快走吧，真是吓死我了！我心跳是吧？我给笑死了！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太过瘾了！什么时候啊？有时间我带着朋友们再来一次。哎，来给你，谢了，不客气。下次再来。下一组，说自己胆大的快去感受一下。来，请进啊！来，请进。挺有能耐嘛。现代营销36计，一计还没用呢。不过在你们这种没开花的地方用呢，足够了。你就等着被挖走的人求着你回来吧。哎，不用谢啊，你只要分我3成。但你分3成也太黑了吧？你分我3成，你爹又分我3成，那我剩什么？你们真是啊！他不认你，你也不认他，他贪钱，你也贪钱，有其夫必有其女啊！切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赚很多钱吗？一个人有了钱，难过的时候才能去巴黎哭，去伦敦哭，去日本的温泉边敷着面膜边哭。要是没有钱，难过的时候我就只能撸着串蹲在马路牙子上哭，想想就觉得凄凉。好了，过来，我教你狼人杀，明天就可以带客人玩了。狼人杀？这什么水啊？这是奶奶发明的顺风顺水黑风神水，怪怪的，感觉舌尖有点雀跃的感觉。你比他强多了，他觉得是跳蚤在嘴里面。好了，该你发言了。从上一轮开始，宋七就说要投我，可是后来又把票弃了。他整场把别人的身份全部点了一遍，狼人才会找神，好人找神能干什么？所以我看你就没有好人的心态，所以这一局我投1号。好，发言结束，现在开始投票了。1号，我觉得就是他。 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、6号。好，蠢驴1票，其余玩家投给宋七，宋七出局，游戏结束，狼人又赢了。不是吧？谁是最后一匹狼啊？他啊？你看吧，我就说了吧，你们不信我，你怎么这么狡猾啊？哎，你怎么每一把都能摸狼人啊？而且每一把你都赢，挺适合玩这游戏啊。对啊，三哥好厉害啊！三哥太聪明了。哎，算了，不玩了，不怎么好玩。怎么不好玩了？骗人有什么好玩的？
就是要骗人啊！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。要我说，黑风寨不用天天训练打打杀杀的，就应该玩狼人杀，一个卧底让你们全都团灭。奶奶，你说的好有道理哦。对啊，有什么道理啊？啊，说谎有什么道理？其他都随你，就这个狼人杀游戏不准在雍翠阁玩。来什么劲啊你？人家输了都没说什么好吗？赢的倒是在那儿作。不是什么事情都那么好玩的，好吗？三爷，三哥。哎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咱们继续。来，牌给我。不会是触景生情了吧？搞不好他就是那个内鬼。三嫂，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。内鬼应该就是奸细的意思吧？大哥最忌讳奸细了，你忘了之前的三哥三嫂了吗？啊，不说了，咱们玩，咱们玩，咱们玩。我们大蜥蜴要是有了下唇鱼，定能胜过黑风寨10倍。他哪有那么厉害？你懂屁！您看一个。哎，爷，您看一看。哎，你说这个流苏要是挂在下唇鱼的玉箫上，挺配的吧？那得挂上才知道。小兔崽子，迟早能挂上去。爷，您这今天送花瓶，明天送玉佩的，人下唇鱼呢，照单全收，但是连一个面儿都不让您见一下。你懂个屁！你逛窑子，不给喜欢的姑娘花钱？可是这下唇鱼她又不是女人，这男人跟女人是一样的。夏春鱼是个人才，他既然入了老子的眼，我呢就愿意给他花钱。来看一看了啊！来，姑娘看一看，看上哪个选一个。这多少钱啊？20。20？哎，小心点走路嘛，20太贵了，是我，就这么定了，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哎，姑娘，这20真不贵，您这……小偷，小偷，哎，这是小偷！让开，走。光天化日偷东西，还要不要脸了？就是啊，这人模人样的，还在。光天化日之下偷东西，要不要脸？有飞机！哎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敢偷老娘东西！叶锦轩，你认识我？你不记得我了？你认识我，你还偷我东西？我不是你真不记得我了？还是失忆了？你鬼上身了？你才鬼上身了，你全家都鬼上身！哎，爷，您这什么功夫，让一小娘子打成这样？你给我闭嘴！哎，你说这一个人，怎么突然就性情大变了呢？爷，你认识他？废话，我不认识你认识啊？我还真认识。他呀，就是夏淳于的新婚夫人。什么？我这还有好多工作，我是创业新女性。这都什么时候啊？用算盘。哎呀妈！你来了。哎呀，正好跟你说说账啊。开业第一天呢，咱们是免费，翻台率是10，这个成绩在南安城绝对是前所未有的。刚才我是要打呼噜了吗？没有。前天呢，我们恢复了5折收费，顾客减少了30%，但是
昨天顾客又回来2成，这说明顾客已经对我们雍翠阁形成了依赖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你赚了不少钱吗？那是，我做生意是靠脑子的。骗子也靠脑子赚钱。切，没劲。累了就休息吧。我才不累呢，每天能赚这么多钱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带回去。你要把钱带去哪儿？你猜？我跟你说件事。你能不能不要每天都去账房里拿钱？账房的人都烦死你了。我一个月一个月的结给你。不行。一样3成。不行就是不行。我可等不了1个月。你这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吗？你每天往自己口袋里拿钱，账面看起来多难看。如果大哥问起我来的话，我该怎么跟他交代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叶锦轩，叫我瑶瑶。好，瑶瑶。谢谢你帮了我。我那天说你娘亲的话重了些，对不起。不会吧？你跟我道歉，吃错药了吧？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我也是那天玩狼人杀的游戏才想到的。你性情大变，我感觉是因为那些话伤了你。切，夏蠢驴，我不就是帮你赚了点钱吗？有意思吗？现在过来讨好我，晚了。不是所有对不起都能换来我的没关系的。你以为我没有你就没有办法经营雍翠阁了吗？那你跟我道歉干嘛呀？哦，先打我一巴掌，再给我一个甜枣吃。你当我是你那个柳依依柳小三呢？不喜欢我就算了，用不着你在这假惺惺。我跟柳依依没有什么，都是你。我怎么了？什么男主角，什么电视剧的，那都是我的男神啊！我晚上得搂着他们，搂着他们我才睡得着啊。谁知道你？也不知道是不是你瞎编的。你是不是吃醋？我为什么要吃你那些瞎编的人的错？更何况，我说过的话是不会变的。哦，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我给你道歉，是因为我怕我那些无心之话伤到了你。我怕你内心郁结，做出不智之事。什么不智之事啊？想办法存钱去伦敦哭，去巴黎哭，去日本哭啊！你是不是担心我一个人去有危险啊？你要是担心，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啊。还说不喜欢我，欲擒故纵的套路你不懂了吧？哎呀，看来古代和现代是一样的，深情留不住，套路得人心呢。我要努力，我要赚钱 ，A 股上市，开业大吉，用有限的时间成为人生的新赢家。哦耶！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人面如玉，思之成狂。常念回心转意，故盼虚席以待。好你个蠢驴！我还以为我成功了呢。什么一个酒壶配几个酒杯啊！我偏让那些小三酒杯全都碎，碎！
有姑娘弹得不错呀，算得上半个音乐家呀。见笑了。可惜你们这个时代一点都不尊重音乐家，弹再好也没有用。你不妨有话直说吧。好，那你听好了。雍翠阁是夏纯瑜的，夏纯瑜是我的，我是 CEO， 你是员工，要想好好的立足下去，你就得听我的。你是夏公子的夫人，能听你的，我都会听。阴阳怪气，不该碰的东西，碰了就是贼。不该碰的人也一样。什么人面如玉，四肢成狂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以后这种东西不准写。你可能误会了。别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后面就有故事。你们别谈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雍翠阁不同以往，你这些吹拉弹唱的技术一点用都没有。我给你重新安排个职位，再就业。你干嘛呢？啊，鲨鱼。你到底在干嘛？我有点害怕。来，给我，看好了，起手要准，下手要狠。喏，把鱼鳞刮了。这是在干嘛呢？这个刮鱼鳞呢是有技巧的，注意看我手法。看清楚了吗？哎，干嘛？我怎么？哎，你别吐，别吐我衣服上！看你弹琴的时候手挺灵活的，怎么雕个花这么笨呢？这个萝卜太细了，容易削断。还找借口。这个怎么样？够粗了吧？别说你那乌龟雕的还挺像样的。是鱼。这能是鱼吗？炒鸡蛋，简单营养，扛饿，省得你一个人的时候饿死。受热均匀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啊。我没事，你有事。不管你跟夏纯瑜什么关系，活干不好，你给我离开雍翠阁！怎么又有姑娘要回这个雍翠阁呀？啊，你没给他们加钱吗？首先呀，这些姑娘她本来就是雍翠阁的人，这有情分。其次，雍翠阁现在每天生意爆满，咱们给的，人家也给得起，这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雍翠阁也没什么姑娘，这生意怎么会这么爆满？我听说雍翠阁现在挣钱靠的不是姑娘，而是一个鬼和一个狼。这大家图个新鲜，自然也就都去凑热闹了。什么东西？干爹放心，我已经派人暗中去调查，相信这事儿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好。哎，快到饭点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去雍翠阁吃？对啊，这个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哎，我没用错吧？没错。走。哎，客官，大胆！二爷不认识啊？里边已经客满了，等等位吧。要等位啊？行，二爷今天开心，就等一等，啊。你今天真漂亮，这个号不错。哎，你谁呀？你为什么抢我号呢？相公，你再给我说说，这个号是谁的？啊？你的。
小龙，二爷，哎，哦不，二哥，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能让二哥站着呀？快上座，好茶、好瓜子儿伺候着。哎，是。二哥这边请，请坐。算是识相啊。哎呀。 二哥，请。这什么瓜子啊？这不都发霉了吗？我还以为这儿多牛呢。你跟夏淳于还真是天生一对啊！整天就会耍这些花里胡哨的，没有半点实在的。二哥来了就是客，客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来，喝茶。 这什么茶啊？这不是醋吗？哎呦，二哥，我以为你都已经变成大醋坛子了呢，怎么连这点醋都喝不了呢？你他娘说什么？你忘了，前2天你们百丽居不是高薪挖走我们雍翠阁的姑娘吗？可是呢，这生意连我们雍翠阁一半火爆都没有。你说你今天来什么心情？酸。你跟你二哥别生气嘛，什么雍翠阁、百丽居啊，那不都是咱们黑风寨的吗？ 你说大哥要是知道二哥今天来雍翠阁给我们捧场，得多开心啊！改天我让我们家蠢驴去百丽居听听你们家姑娘唱小曲呗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拿大哥压我？没有啊！我今天还真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哎，干爹，这人多口杂，传到大当家耳朵里不好听。咱走回上策啊！你怎么瞧啊？ 二哥，哎，二哥这就走了，谢谢捧场啊！三嫂，这不是油烫伤的？你平常不下厨，是叶锦轩逼你的吧？不是，下戏厨艺卓绝，是我自己想学。好了，你不用解释了。 我知道一定是他。谁呀？我。你。哎呦，你泡妞的方式就是送潘多拉珠子啊！原来你这么俗不可耐。叶姑娘，其实我跟夏公子是清白的。等等，你是不是想说？ 没有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的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个手链真精致啊！柳姑娘，你还真是身在红尘，心在佛门啊！莫非你是想以后当个尼姑，和这个出生于佛门的人配成一对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一的手是弹琴的，下厨的事情你不要找他。 你没听他说他是自愿的呀？心疼了？我天天给你做饭，你怎么不心疼啊？那是你自己喜欢啊，你喜欢的东西别人未必会喜欢。你以后不要再勉强依依了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勉强他了？哦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跟柳依依的眼光不要太一致啊，我们都好喜欢你哦。叶锦轩，等会儿，前2天还亲亲密密的叫我瑶瑶，怎么了？当他面不敢叫了？好了。 天色很晚了，二位请回吧。雍翠阁本来就做酒楼生意，我下厨也是应该的。好了好了，别装了，装的人不累，看的人还累。给你，走了。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帮你捡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到底是谁在装啊？我跟依依是至交好友，如果你为难她，就是在为难我。就因为你们俩是好朋友，雍翠阁就得养一个闲人啊。夏纯绿，我知道你们这个时代流行一个酒壶配几个酒杯，但是在我叶佳瑶的世界里，一个酒壶只能有一个酒盖。这个酒盖要是3心2意到处乱盖的话，他就得粉身碎骨。
我刚才要是没有听错的话，你叫自己叶佳瑶。乳名怎么了？不行啊？就是我故意的，行了吧？厨房是我逼他去的，珠子我故意踩的，我就是要为难他，为难他就是为难你，我就是要你难受。不可理喻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蠢驴，臭驴，坏驴！这么多天不来找我，这么多天不来找我，信不信我离家出走？信不信我丢下云翠哥我走了我？那你就跟了我吧。是我，你来干嘛呀？行。放开我！哎呀，仔细看看，弟妹你可真够俊俏的，跟了夏淳于可惜了。跟了我吧。你个臭娘们儿，你不是跟老三闹别扭吗？那你就跟了我吧。啊？是哪个孙子？是你爷爷。丁气。爷爷的名字是你随便能叫的？丁气，我们黑风寨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你？你认出我了？我当然认识你了。有什么吃的吗？吃什么喝什么你点，应有尽有。我呀，想喝个特别的3边汤，牛鞭、驴鞭，还有……不要！你要干什么？我是黑风寨二当家的，我大哥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如果你没了老二，还怎么当老二啊？啊！你说什么？女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欺负女人的男人就更加不是东西。不要！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这种场面也是女人能看的。我为什么能看啊？我特别好奇，男人是怎么变成太监的？叶景轩，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？不是，弟妹，你跟他认识啊？那你求求他放了我吧。呸！现在知道我是弟妹了。我要是把你的行为告诉大哥，就等着3刀6洞吧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剁手剁脚都行，千万别动我老二。行啊，那得问问我媳妇儿怎么说。你媳妇儿？来，猜一个，猜对了就有老二，猜错了就1刀。识字。哎呦，是字儿啊！是字吧？字儿就得来1刀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？哎呀，要不然你就先给他来1刀，要是砍错了，给二哥接上不就行了吗？多大点事儿！好主意。这可怎么接呀？这别！胆小鬼！切！哎呀，没想到你还挺会装酷的嘛。行，叫丁气是吧？记住你了，以后来我雍翠阁吃喝玩乐，刷脸就行了。别成了心就装不认识我了啊！啊！让这个孙子搅和的，差点忘了正事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？小兔崽子，走开！二哥，笑什么笑？哎呀，走开，别闹了！你怎么了？快把我放开！别笑了，快放开呀！行了，别闹了。李贤轩，我衣服呢？哎，三爷，我找奶奶找了一圈也没找到。二哥，你看到叶锦轩了吗？他好几天没回家，他会不会出事啊？你养的好女人啊，这笔账回头再跟你算。二哥弄成这样，一定是你奶奶做的好事。他应该没事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黄昏，云雀巷子，瑶瑶公主，什么意思啊？
我们瑶瑶公主第1次接客，价高者得。谁要是出的价钱最高，就到我这里来付钱啊！瑶瑶，瑶瑶，瑶瑶，哎，站住！干嘛？放开！瑶瑶，哎，你谁呀？干什么呀？瑶瑶，有病啊！嚷什么嚷？瑶瑶，瑶瑶！哎呀，我和他其实，我跟他，瑶瑶，咱们走。客官，我等你等得好着急哦。丁七，你给我放开！哎，客官，你是嫌我长得不够好看呢，还是胸不够大呀？你别过来！你说，叶锦轩在哪儿？你把他给放了。叶锦轩？我们这儿只有瑶瑶公主。瑶瑶就是叶锦轩，你把她藏哪儿了？好说好说，你从了我呀，我马上就放了她。从什么从啊？丁爷，我已经是黑风寨的人了，强扭的瓜是不会甜的，你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呢？你放屁！老子送你那么多东西啊，与你为难了吗？你也知道我黑风寨与新义堂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但你今天掳我妻子，就是犯了江湖大忌。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圣武那种草包都能踩到你头上，你在黑风寨还有什么混头？你来我大新义，我给你当2当家的，啊！叶锦轩在哪儿？这个3当家呀，是一个死人的位置。你要是当了，以后就跟着倒霉，可怎么办呢？叶锦轩到底在哪儿？我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马上放他跟你团聚。好，那就让他待在你这儿吧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是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叶锦轩本来就是我黑风寨硬抢来的，我跟他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听爷，你既然不心疼那一口饭，我替你心疼干嘛呀？后会无期啊！哎，夏春驴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气死我了！哎，气死我了！你想的法子也不太管用嘛。你走吧。你放我回去了？我不放你，我不放你，他不也走了吗？绑你有什么用？哎，说实话，我还挺心疼粮食的。你不能放我回去。什么？我了解夏蠢驴，他全部都是装的，他装成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就是想让你把我给放。哼，我看你想多了吧？我看他也没那么在乎你。前几天我还看见他和一个叫柳依依的歌女关系挺不错的。哎，我绑他不就完了吗？不许去！丁七，我决定了，叶家窑第2计划正式上线，我帮定你了。蠢驴不是说强扭的瓜不甜吗？不甜就不甜，我先把他这个蠢瓜扭下来再说。哎，有道理，就这么定了。来。这么大的风筝，哎，能飞上天吗？你哪儿来的？当然是我自己做的了。哎，一会儿上去的时候，你可别吱哇乱叫啊！上去，咱们俩？怎么，害怕了？真逗，你觉得我是害怕的人吗？走了，走。好爽啊！比过山车还好玩啊！我就说你对我余情未了吧。你哪来的自信啊？我是一只小鸟，想要飞也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你飞得还不高啊？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。风太大了。你唱的什么调调啊？还真好听。我
上海田馥甄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是一个音乐家。哎，你看那边，往下看，好好看啊！那是。哎，啊，你真不记得了？记得什么呀？你再看那边，底下好像小人国啊！什么小人国？那是我堂堂大新艺。什么？你抓紧了啊！啊！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哟，不错呀。这不是叶小娘子吗？她是我们新义堂未来的二当家夫人。铁英，哎，你给她找个屋子，好好安置一下。是。堂主哥哥，堂主哥哥，哎，堂主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抱抱。哎，这个漂亮姐姐抱抱。哎，她你就别抱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她是女的，女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们男的抱女的会倒霉的。哦，对。对什么对？世界上好女人多的是，姐姐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改天给你做好吃的。啊，真的？必须的。那太好了，我先去玩了啊。去吧。哎，你也是个直男癌啊？什么叫女人都不是好东西啊？没有我们女人，哪儿来你们这些男人？都没有妈呀！真是。散了，你懂个屁！嘿，哎，什么叫我懂个？叶姑娘，有件事儿我得提醒你，以后尽量不要在我们丁爷面前提什么妈呀、娘呀的。为什么呀？他不是自己每天妈呀、娘呀挂嘴边吗？他可以，你不行。啊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新义堂以天为父，以地为母，兄弟才是最亲的。我们都没爹没娘。三爷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这是桑桑和盛盛特意为你做的。以后我不在了，你看到白菜就会想到我，看到土豆丝儿会想到我，看到西兰花会想到我，总之看到芹菜就会想到我。三爷，对不起，三爷，我来弄一下。不用了，他们两个做的也不好吃，出去吃吧。哎，三爷，你真的不打算去找奶奶吗？万一丁气他不会的。以丁气的个性，叶锦轩若没有利用价值，他便会放了他。那为什么奶奶到现在也不回来呢？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啊，三爷您猜错了呢？哎，三哥，我菜还没上齐，你怎么就要走啊？我没胃口，谢谢。三爷就是不放心奶奶，嘴上不承认，其实心里特别的想她。奶奶就像这个臭豆腐，闻起来是很臭，但其实啊，特别的好吃。什么破逼！哇塞，也挺气派的嘛，就是有那么一点点俗。哦呦，全黄金的呀！这是真虎皮，不是道具。有点沉，会不会超重啊？不管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你来这儿干嘛呀？应该是我问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迷路了，我找路来着。撒谎！你还说我是小偷，你才是小偷吧？切！哎，站住！我没拿东西。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？我去黑风寨以后吧，我生了一场很大的病，我脑子不好使，我全都忘了。哦，怪不得。哎，我以前什么样？挺无聊的一个人。现在你好玩多了。哦，那就行，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哟，
双节棍。哎，这是我独创的杀人神器，女人不许碰。哎呀，又来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不就是双节棍吗？双节棍啊，双节棍，这名字太好听了。叶锦轩，你真是个天才啊！原来你们这个时代没有双节棍。什么？我们这个时代啊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这样吧，我教你一首歌，你一边唱一边耍，绝对威力倍增。不要，老子不爱唱歌。哎，也不是唱歌，就是念咒一样，念得越快吧，他那个听的人就会腿软。啊，来，你站着，跟我学，快点！听好了，快使用双节棍，哼哼哈嘿！快使用双节棍，哼哼哈嘿！不对，你得一边唱一边耍起来，看我，快使用双节棍，哼哼哈嘿！哦，快使用双节棍，哼哼哈嘿！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 feel？ 刺不刺激？意不意外？哎，有点意思啊！来，继续！习武之人切记，忍者无敌。是谁在练太极，风生水起？快使用双节棍，哼哼哈嘿！快使用双节棍，哼哼哈嘿！习武之人切记，忍者无敌。是谁在练太极，风生水起？快使用双节棍，哼哼哈嘿！来！速度必须超前，天快不站在你的腰间，昨天我问你是哪时还是朝鲜，真的会追我先到了，自古人生出少年。十里眼里我都像，不知疲惫的千里马，苦练刀上棍棍棒，所有兵器都能爽，耐力增长，速度就像做成饭，他们全在研究如何对我进行出装猛打。怕什么？我活得自由自在，火焰四还是因为名声在外，亲自来者，只我眼睛勾拳，心口开合着，小心车技周练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双节棍在我手里，耍得有点用力，那并且都不能比拟。他占有我的身体，看到你不费吹灰之力，我的一身正气，把小人全部踩在脚底。哎，可以的。耶！铁鹰啊，这你和杀鸡是闹哪出啊？爷，您没发现墙上那条龙的眼睛不见了吗？然后呢？那只眼睛就是被流沙鸡这小王八羔子抠出来，偷偷去卖钱了。那块妈妈的流沙鸡，你偷了我的龙眼，断了我的财运，搞什么鸡毛？堂主，是我贪心对不住你，您杀了我吧。他娘的，我给你的房子不够大，还是银子不够买酒啊？堂主对我很好，是我对不住心一堂，你就一刀给我个痛快吧。哼，有古怪。哦，爷，这个是从他身上搜到的。诗，哼，女人啊，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，果然漂亮。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给你赎身。银子呢，我有的是，但是我不光要你的人，还有你的心。我的心扑腾扑腾的跳，在不在，爷您心里还不清楚吗？肯定没有别人。讨厌啊，怎么会有别人呢？那你有没有什么定情信物啊？有啊，你等我，不许偷看哦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。别动！他奶奶个腿儿！一块破布就想骗我的龙眼！刘杀鸡，给我进来！杀鸡，我。老子是怎么教你的？女人都是骗子，婊子更是骗子中的骗子。堂主，我错，你杀了我吧。爷，这流沙鸡被判刑一堂，
应该按家法处置。哦，家法是什么？太久没执行，我忘了。处死。死，一定得死。至于怎么死，就得问问我媳妇儿了。猜一个，字还是花？字，砍死你；花，吓死你。堂主，我跟大家伙一样，没爹没娘。我死了以后，希望你还能让我葬在新一堂的竹林。废什么话？快点猜！花儿，花儿就得吓死你了。听说你恐高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堂主，我错了。飞这么高，不会真掉下来吧？放心吧，他才不会掉下来呢。救命啊！堂主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啊，我就知道我没眼花，你是故意放流沙记一马的吧？老子的事儿不用你管。没看出来，你还挺重情义的嘛。哎呀，这要是白崇业，流沙姬现在已经人头落地了。哼，我跟那个伪君子怎么能一样啊？哎呀，都是黑帮老大，你呢，也就算是个陈浩南，白崇业呢，应该就是杜月笙。都是谁呀？啊，朋友，都是我好朋友。哎，要不要我再教你一个古惑仔之歌啊？算了算了，我今天不想学了。切，不学算了。喂，叶锦轩，嗯，你忘了之前我们发生的事了？那个，就是在这儿，你送给我一个荷包，我还送给你荷包呢，那么俗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你收下吧。这是什么？丁堂主，你被仇家追杀的时候，我把你藏在叶府，曾救了你一命。现在，请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收留我吧。哪怕到新一堂为奴为婢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哎，别，我呀跟你可没什么情分，女人最麻烦了。这个嘛，我才不要呢。丁堂主，丁堂主，你带我离开叶家吧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哇塞，我都救过你的命，你就这么对我啊？哼，谁让你看上我的？我跟你说啊，以身相许那一套，我可来不了。哼，其实，你这颜值也还可以啊。如果这是一个玛丽苏电视剧的话，你跟夏蠢驴都是我的人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一个女人怎么能有2个男人？男人还有3妻4妾呢，女人为什么就不行啊？就是不行，脑子里装的什么狗屎？你才狗屎呢！你猪屎、鸭屎、鸡屎，你大象屎。其实我也没有很想娶你了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女人和男人有同样的权利，你们得尊重女人，要不然怎么会有 Lady First 呢？以后还会有什么女皇啊、女王啊、女首相啊、女总统啊。哎，当然了，你这辈子算是看不到了，但言而总之就是你不许再瞧不起女人。你说什么呢？不明白就对了。你们女人身子弱，又动不动就哭，还不赚钱，凭什么跟我们男人一样？我雍翠阁日进斗金，我哪点比不上男人？你给老子闭嘴！你说了那么多屁话，不就是想勾搭老子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已经是夏淳于的女人了，来不及了。我勾搭你？你这样不是勾搭我是什么？要不是你对我没死心，怎么我让你走你还不走啊？老娘留在这是为了帮你对付夏蠢驴，好吗？等着。哎，叶锦轩，你说三哥请客吃饭怎么不去雍翠阁呀？
你懂个屁呀！三嫂失踪好几天了，三哥那是怕触景伤情。哎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是你先问我的好不好？你是不是又想打架了啊？是不是想打架？打就打，谁怕谁啊？哎，来啊！二位爷，息怒，你们久等了。今天三爷请大家吃饭，是有件私事想要请你们帮忙。怎么搞得这么隆重啊？我夏某人想请大家上新一堂一堂。你们也知道大哥的个性，如果有不方便的地方，我也不想勉强大家。三哥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瞒着大哥，把三嫂找回来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蠢驴，算你有点良心，还知道来救我。大家坐吧。对你算不错的了，不像对我那么冷血。枉费我天天给他写信表忠心。不会是人面如玉，丝质成狂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种听起来云雨肉麻的话吧？拉块妈妈的，听也听不懂什么意思。反正就是那个秀才说是能传达情意的词语。那你没问是给男的还是给女的传情意啊？因为这个好像倒没说过。完了，误会蠢驴搞小三儿了。小三儿怎么搞？哎，男女的部分就不用知道那么多了。爷，你要的素面。慢用啊。好熟悉的味道。千万别喝汤！哎呦，千万别喝，千万别喝！小二，哎爷，不是叫的素面吗？是啊，不过爷您吃荤的也吃的挺开心的嘛。爷，谁叫你这么做？放手，放手！谁叫你这么做的？是一个女的吧？是个姑娘。滚！三爷，三爷，三哥，三哥，你给这小子下药了？三哥，你原来你真的不能吃肉啊！你没事吧，三爷？三哥，三爷，叶锦轩，我知道你在生气，但是你这么做太过分了吧？对不起啊。哎，三哥，你怎么走了啊？是啊，三哥。我今天说的全部作数，大家吃饱就全都散了。老子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夏纯玉那么厉害的一个人，被一块肉就给整趴下了。有那么好笑吗？哎，夏纯玉也知道是你在捉弄他了，我看你还是别回去了，就在我大新义混吧。来，喝酒。哎，那是我的。没关系，咱俩是跟谁啊？反正你也喜欢老子。谁喜欢你啊？别瞎说。娘的，女人的脸变得真他娘的快。来，继续喝。你都喝过了，我还怎么喝呀？咱俩又不是那种关系。不喝算了。那个，我也该回家了。回哪儿去啊？我自己家呀，黑风寨。为什么呀？老子这不好玩吗？你这儿挺好的，但都是男孩，就我一个女孩，我都快闷死了。没关系，我多叫几个女的来陪你，我就当没看见。我还能给你开一个比雍翠阁更好的酒楼。不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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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江湖再见。什么叫江湖再见？哎，你不许走。你之前不是赶我走来着吗？现在不许走了。哎，你讲道理好不好？老子他娘的像讲道理的人吗？哼！哎，我是女人，女人。哎，不是女人，是奶奶。奶奶有人叫了，你叫姑姑吧。杨过叫小龙女去叫姑姑。那个腿儿了，姑姑。哎呦，女人
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你一遇到女人全都是麻烦。没有女人哪有男人啊？男女平等。快点，别让叶锦轩等急了。哎，爷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您带叶小姐回来，是不是为了招揽夏春雨的？废话。哎，那你这每天您就跟她一起唱歌做饭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她也不是个办法。你懂个屁！叶锦轩一出手，夏春雨就倒地上了。你觉得你比他行吗？你行你上啊！是，我是愚钝，可这些食材……哎呀，我困着他不放，他肯定生气了。他喜欢做饭嘛，这些食材就当给他消消气儿。但是他是人质啊，他消不消气儿，我觉得不重要吧？你说你也不懂。走了。我怎么不懂啊？这爱上女人已经够糟的了，爱上别人的女人，这不是糟上加糟吗？放屁！我会喜欢叶锦轩？你忘了我以前是怎么赶他走的了？爷，我没说你喜欢叶小姐啊，暴露了吧？你小子，敢挖坑给老子跳啊！走。恼羞成怒了吧？好香啊！哎，你做什么呢？哎，别动！怎么那么记仇啊？哎，你在新一堂多玩几天不好吗？蒸笼里的热度和水汽都是有讲究的，没到火候就打开，一会儿不好吃了。老子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女人，没那么小气的。哎，来的挺巧啊。对呀。一会儿是个菜吧？请吗？哎，这是什么？暗黑料理啊。请吗？等一下。吃个饭还得披个斗篷，耍什么酷啊？哦，嗨，那我脱了它。怎么样？挺好吃的，就是有点干。干啊！这个干了吃这个。怎么样？你他娘的想辣死我呀！水！哎呀，辣都辣不死，不过睡一会儿呢，倒是妥妥的。啊！3、2、1，为什么最近银子会这么多？三夫人这些天都没来拿过银子，自然多了出来。那你帮我给她留着吧，毕竟这都是瑶瑶的钱。这瑶瑶是谁啊？瑶瑶就是三夫人。哦，你终于记得我叫瑶瑶了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你又不来救我，只能自己想办法逃出来了。三爷，那我就先下去了。去吧。哎呀，累死我！哎呀，水！哎，那是我的杯子。什么你的我的？咱们俩是夫妻。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为什么来救我？还需要我救你吗？我看你跟丁气过得挺开心的。哎呦，不错啊，满屋子的醋味，让闻一闻。哎，这么活蹦乱跳的，丁气把你照顾得很好啊。哎呀，什么人？是老子。老子对她是很不错，但女人都是白眼狼。丁气，不是说了吗？男女平等。平等个屁！拿药迷我的女人，就不平等了。丁爷，我已经跟你说的明明白白了，我是不可能进你们新一堂的。况且这是你我男人之间的事，为什么要把女人扯进来？我就把女人扯进来，怎么了？叶锦轩，
你当年不是哭着喊着求我带你走吗？你怎么就这么水性杨花啊？你胡说八道！我现在记忆不好，以前的事我全都忘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是你们故人相见。那我不应该打扰你们。好啊，那我就带他回去了。等一等，你真的想让我进信义堂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呢，我看你不太顺眼。不过你来了也很好，你来了就是我的小弟，我想怎么折磨你就怎么折磨你。好，那我们打个赌。好啊，我跟我媳妇儿都爱打赌。如果赌输的话，我便判出黑风寨，从此唯你马首是瞻。但是如果你输了，我让你从此以后从我面前消失。你别以为我是粗人就不懂你那点花花肠子。你是想让我在叶锦轩面前消失吧？这不都一样吗？你忘了，我跟瑶瑶是夫妻，夫妻是同体的。如果开的是字，那我就赢了。如果赌输的话，我便判出黑风寨，从此唯你马首是瞻。但是如果你输了，我让你从此以后从我面前消失。你别以为我是粗人就不懂你那点花花肠子。你是想让我在叶锦轩面前消失吧？这不都一样吗？你忘了，我跟瑶瑶是夫妻，夫妻是同体的。如果开的是字，那我就赢了。是玛丽苏剧，两个男人为我打架了，我太幸福了。这就尴尬了。竟然跟老子斗真格的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姑姑，那首歌怎么唱来着？啊！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！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！谢谢姑姑。谁是你姑姑？你还会使暗器啊？瑶瑶，你到底是谁的妻子？她是当不了我的大当家夫人，才勉强当你的三当家夫人。胡说！不是这样的。瑶瑶，姑姑，瑶瑶，你凭什么过来？凭我叫她一声姑姑。姑姑，你怎么样了？瑶瑶，原来玛丽苏剧一点都不好玩啊！丁启，我不管你之前跟他发生过什么事，但现在都不值一提了。去你的不值一提！姑姑，你说怎么可能不值一提？丁启，对不起啊。推窗望，芳华家色自茂。那春花娇艳似水难忘。就叫春愁，繁华总是难遮掩住惆怅。独留青史。丁堂主，
这个是我亲手做的，请你收下。这什么啊？哼，我可不要。不想看聚散离合空茫，一过山河，任笑影思量往昔的红妆，今夜醉，报应如面相望。又是一天，哇塞！我不在的这几天，居然把挣的钱全部都交到枕边，这个男人不错呀，靠谱。15、10、15、20、25、30。精神这么好，我看这个金疮药也没用了。切，要不是我装晕那么一下，你们俩现在还打呢。我跟你说，丁气那个哼哼哈嘿很厉害的。他那么厉害，你还回来干嘛？因为有人说，我跟瑶瑶是夫妻，夫妻就应该一体。好霸气！你也挺厉害的嘛。宋七叫你奶奶，丁气叫你姑姑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好酸呢。自作多情。切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上有2种人，一种是喜欢我的人，还有一种就是没有意识到喜欢我的人。你是哪一种啊？你可以收拾收拾行李回去了，要不要我帮你？明白了，你就是那种没有意识到喜欢我的那种人。没关系，谁让你是蠢驴呢？我可以慢慢教导你啊。但是，你先跟我赔礼道歉。我跟你道什么歉？你3更半夜的跑到人家柳依依屋里面跟人家拉小手，还因为这个跟我大呼小叫，你不得跟我道歉啊？那你跟老情人欢聚一堂，还追到雍翠阁叫你姑姑呢。不道歉别说话。瑶瑶，瑶瑶，瑶瑶，你不留我走？哎，你走哪儿去？你这是什么？原谅你了。其实那天，我看到你是给柳依依拿药，我都看到了。那你还跟我？行吧，算你道歉了。我可没跟你道歉啊。夏春雷，夏春雷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不是。那你跟丁气抢我？我是不想你跟新一堂的堂主拉拉扯扯，传到外面不好听。切！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的潘多拉是什么？潘多拉呢，就是男人送女人的一个手链，上面有很多很多珠子，每个珠子呢都有不同的意义，卖的是爱情的概念。但我觉得这种珠子一点都不实在。那你觉得什么实在？我收了你送我啊。当我没问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你讲一个特别好听的故事啊，这是我人生当中看到的最精彩、最跌宕起伏的故事。
这个男主吧，用半生看花无雪漫天，再用我半生情书花落的时间。想知道吗？宽丝线，用我部分昼夜。坐着。相逢总是热烈，相守一生平淡，写情诗。手放枕头上。没让你看中医，翻过来翻过来，不许动。你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？那你就别动啊，等我睡醒了，明天告诉你。1、2、3，我说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哦，好多了。啊，那就好。哎，大哥，这是我写的字，你帮我看看。那，好啊。你开心就好啊。练字很辛苦。过瘾也就算了。哎，大哥，我知道我写的不好，那个，我会努力的，你教教我呀。你每天清晨到我这儿来，如果我勾2个字，你就不用练了；如果1个字都没勾，你就回去再写3张。啊！这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练字很辛苦。如果你想放弃，也没有人怪你。不如有时间去多练刀。不，大哥，我肯定会努力写好。哎，大哥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我这得练多久能赶上老三呐？我不确定能不能等到那一天，但是有大志向总是好的。哎，大哥，那写几个字儿就算大志了？关键人还得像我一样，对大哥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说话别拐弯抹角。大哥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整个南安城都传遍了，说老三跟新义堂的丁气因为弟妹的关系走得很近。你亲眼看到他跟丁气来往？他每天晚饭后都去城北的锦绣坊去转一圈，要看到挂上红灯笼了，他就会去西街；要是没有呢，他就回家休息了。去西街哪里？我都跟了他好几次的，都跟丢了。但他要是见自家的兄弟，何必这么偷偷摸摸的呢？是欲望天下。冰糖葫芦。果然是香气宜人呐！这一口雨前龙井，托你的福才喝得到啊！今春虫患严重，这龙井的产量也是降得厉害，御前也只得几斤。越是珍贵，得失之间越能彰显身份。赫连家的茶叶是长公主转赠，皇子们一律没有分到，也不能算皇上厚此薄彼啊。皇子们都没有，东宫却一早就有了。哎，这位公子，你想要买点什么？我想挑2件衣服。哎呀，你可算来对地方了。你看这质地多好啊！看这里，这款式啊，这可是全城最好的。这件白色特别适合您呐。皇上他刚刚除去了太子监国之职，总得安抚一下东宫。父皇啊，还是心疼太子。也难怪，太子是先皇后所出，我的母亲
以前只是个宫女罢了。誉王殿下至尊高远，何必计较眼下一时的得失？公子，你看这裁起来多好啊！我这件太丝了，还是这件很好啊，特别适合你。三弟，你是这位公子，你也要买衣服吗？殿下，将军，锦绣房的灯笼已经挂起来了。将军，我眼下有点事情，咱们来日再聚啊。告辞。这南安城的路，你哪有我熟？三夫人，三爷给您的信，让你马上看。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有诈，陷阱，我去。夕阳西下，清水河畔，不见不散。这个蠢驴约我去那儿干嘛？你来了，玉。玉什么？怎么会是你啊？不是你约的我吗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还有个叫玉什么的小三小四？休得胡言乱语！你别岔开话题。你到底有几个相好的？瑶瑶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？你是给我惊喜吗？我在问你话呢。我当然喜欢你了，你长得帅。白虫爷对我还是心存猜忌，誉王殿下倒是棋高一招。但是就算我喜欢你，也不用这……哎，怎么停了？哎，这就走了？你看，这风景多好，气氛这么好，我们就不应该干点别的什么吗？你要做什么呀？我说一句我喜欢你，你至少也要说一句你也喜欢我吧。我也，哎，这种话我真的说不出口，我又不是你。直男癌，女人是需要讨好的，说几句甜言蜜语讨好一下老婆有那么难吗？算了，看你是古代人，原谅你了。我现在教你一个特别的技能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啊。I love you。当我说 I love you 的时候，你就说 I love you too。这个就是套路。我为何要学这种套路？因为这个套路很好用啊。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街头暗号，以后咱们要是执行什么重要任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当街头暗号。I love you。你说啊。I love you too。日丹。愛してる。愛してる。欧巴，擦了黑哦。欧巴，擦了黑。哎，不对，你不能说欧巴，只能我说。之前你跟我说的连续剧的男主和女主，他们后来如何了？哎，我
我说到哪儿来着？啊，男主呢假装自己要被刺杀了，其实呢，他就是给女主一个惊喜，送她星辰号的。星辰号是何物啊？星辰号就是一辆飞车啊，怎么跟你形容呢？外形像皮皮虾一样，可以在天上飞的交通工具。在空中告白，好酥啊！哎，我就说吧，这个星辰号比那个潘多拉什么的实在多了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回去吧。哎，看完夕阳再走嘛。啊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春略，如果有一天，我是说如果啊，如果我不在你身边了，你会不会想我？会不会难过？不会，我兴许连做梦都会笑得很开心。肯定是骗我，我一定会想你，你怎么可能不想我呢？走吧。不是吧？你怎么这么残忍，这么无情啊？咱们可是刚说 I love you 的人。I love you too。回去吧。哎，爱してる。愛してる。擦浪嘿哟。擦浪嘿哟。浮生一梦长一段。那几位客官之前定制的衣服，抓紧时间赶紧做出来，知道吧？哎，好嘞，去吧。哎，二位爷做衣服啊？爷是来问话的。你要是不好好回答的话，以后就别想再给别人做衣服了。圣武，老板，我们就是随便问问，你照实回答就好。这灯笼多久往外挂一次？这就不好说了，不固定。在下有点不太明白，还未到掌灯时分，为何要挂灯笼？敢问二位爷，这挂灯笼犯律法吗？哎，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。这个人认识吗？哦，见过几次，偶尔在我店门口走动，但从来没进来过。这个女人呢？这位夏夫人可是我们的常客，这灯笼啊，就是她让我挂的。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我倒没问，但是这个夏夫人每次让我挂灯笼呢，都一副很害羞的样子，而且打扮得非常漂亮。还有没有别的？这个夏夫人出手很大方，就光这个月，在我这儿都做了好几身衣裳了，所以她让我挂灯笼，我自然就挂了。我记得上次来锦绣房的时候，好像不是这位老板。啊，您是说张老板吧？那是我表哥，最近生病了，回家休息几天。是吗？哦，对了，你帮我给你表嫂捎句话，她托我在老家带的吴江大米，我已经带到了。您是不是记错了？我表嫂可是西北陇县人，喜欢吃面，不喜欢吃米。哈哈哈，那兴许是我记错了。告辞，我们走。好。大哥，我们应该查下去，这锦绣坊肯定有问题。多虑了，老三夫妻间在耍花枪而已。不是，大哥，老九搞出来的事情你忘了？这怎么能一样？那好多人看见丁气进了雍翠阁。雍翠阁打开门做生意，丁气为何不能去？如果老三跟他们有来往，又为何做得那么明目张胆？大哥，您可曾经说过宁杀错不放过？我就是觉得老三有问题。圣武，大哥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你与其天天盯着老三不放，不如多花点功夫去看看书、吟吟诗，好好想一想，为何老三有这个本事，让丁气花那么多心思在他身上，而你不能？对呀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去把它搞清楚。啊，好嘞。哎，不是，大哥，你不要再提了。
奶奶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没听说吗？大当家啊，让咱们雍翠阁接待盐务司来的刘大人。那天呢，正好是月圆之夜，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冰皮月饼。哦，可是这个冰皮是什么意思呀？况且月圆也不是中秋啊，吃月饼不会很奇怪吗？月圆是，不许玷污我的圣地。啊。月圆之夜确实不是中秋，可是中秋我就不能跟你们一块儿过了，所以呢，就提前吃月饼，当团圆吧。奶奶，你中秋要出门吗？对啊，我要出门，只不过去的地方有点远。那你要去哪里啊？回上海啊。上海是哪里啊？上海就是我来的那个世界。那奶奶你早点回来呗，你在新义堂的那段日子，我们三爷可想你了。吃不好也睡不好的，是吗？哎，你别闲着呀，这样你拿一个碗，你帮我把这糖粉、粘米粉、糯米粉、淀粉放在一块儿，然后一会儿一起蒸了，当冰皮。我一会儿还有事情，要不我让桑桑和盛盛来帮你的忙。你能有什么事儿？一点私事。时辰差不多了。奶奶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什么私事那么着急啊？奶奶再见。有古怪。你们几个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好，来，当心啊！慢点。小沈总，干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。没干什么，三爷让我搬些木头。搬木头？奶奶，里面特别的脏，不要去了，奶奶别去了，奶奶。什么呀？小沈总，飞机！奶奶，什么呀？是你自己看到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。三爷说了。这个虽然长得像皮皮虾，但它有个名字，叫星是星辰号。对，星辰号，骨架搭的差不多了，再有1个月就可以完工了。1个月我就来不及了。不会啊，你从上海的娘家回来就可以看到了。但我还是挺开心的。姐，这牌匾做好了，需要挂起来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本日顿伦黎巴黎、伦敦、日本。一个人有了钱，难过的时候才能去巴黎哭，去伦敦哭，去日本的温泉边敷着面膜边哭。要是没有钱，难过的时候就只能撸着串蹲在马路牙子上哭。想想就觉得凄凉。春驴，你还真是头蠢驴。哎，今天不挂了，改天再挂。哦，好，小的告退。来，搬过去吧。小心一点啊。小心点啊。哎呀，放这儿吧。巴黎、伦敦、日本，属于我的。请停住在这一瞬间。将时间都冻结，刚褪去这热陌生，余温就暖在心里，好像是这一场盛宴，回味竟有些甜，寒冷都终结这一瞬间。1、2、3、4、5，5、5、20。什么都不说，怕你戳穿我所有秘密，说出暗号的游戏是我。算了，反正还有不到1个星期了。
说我的身家应该也过亿了吧？哎呀，蠢驴，对不住了啊！三爷回来了。没办法，我是一个穿越的人嘛。老公！你下来！不，就不。你笑什么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啊？原来你是谈恋爱的老司机啊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巴黎、伦敦、日本就是要送给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想说，等我真正难过、伤心的时候，不用去真的巴黎、伦敦、日本，对不对？笑，你笑。天还没黑，你开始说梦话了。最讨厌你这种扭扭捏捏的人，有什么你就直说嘛！你要再不说的，我真的来不及了。啊！小山走，备马。你送我这套房子吧，虽然是仓库改造的，但是呢，胜在结构不错，交通也便利，升值空间还是很大的。你是怎么发现这儿的？我一早就知道你喜欢我啦，但是听你亲口说出来，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。当然了，我也没有明说什么。可是你要是不喜欢我，干嘛给我买房子？干嘛给我坐飞船啊？还起那些什么巴黎、伦敦、日本奇奇怪怪的名字。我懂，蠢驴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出现在我面前。我本来以为我来到这儿就是休一个11长假，这个长假要是能再长一点，一直休不完就好了，就像做梦一样。可是什么？可是我还是要回家。可是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星辰号没有星流花粉，真的飞不起来，咱别浪费木头了啊！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装，接着装。小沈总，哎，打开。看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摆在你面前你还……不对，有飞船呢！你是哪时还是朝鲜？真的浑水我先到了自古人生出少年。十里眼里我都像不知疲惫的千里马，苦练刀像工人棒，所有兵器都能耍。耐力增长速度就像做乘法，他们觉得研究如何对我进行出准猛打。怕什么？我活得逍遥自在。火焰四还是因为名声在外。不请自来者，是我一记勾拳，心口开合者，小心这几周年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双截棍在我手里，耍得有点有理，哪样兵器都不能比你。他占有我的身体，看到你不服举笔之力，我的一身正气把小人全部踩在脚底。别靠近我，我见着拆招，所有间敌不过我3招。不到路线，打得不可开交，只有双截棍轻松把你击倒。别靠近我，我见着拆招，所有间敌不过我3招。不到路线，打得不可开交，只有双截棍轻松把你击倒。需要深吸一口气，绝杀的功力不是为了某种功利，内心的忠义让血液流淌通气，强大的冲劲是为了身边的兄弟，所以我在不断重复，让他慢慢在体内融入，成为我致命的毒，必定耍得起这输路。看我每次手臂跳力的幅度，发誓一定要成为这天下独步。怕什么？我活得逍遥自在，火焰四还是因为名声在外。不请自来者，是我一记勾拳，心口开合者，小心这几周年。带着下场一步，却深藏不露。不得为主的信念雷打不动，多年集体我的名字。
只是儿子不祥。磨练筋骨酷劲，一直没人睡在路旁。别靠近我，见到差异，所有建议。